如果中国想干掉你，2分钟内就能做到。很难想象如此战狼的话语竟然是印度人说出来的，而且还在各大媒体上广而告之。难道印度人要放弃营学，找回理性了吗？7月19日，印度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发布了一则视频，为了搞清楚印度的制造业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他亲自带人视察了一家电视工厂，然后就发生了这一幕。拉胡尔指着一块屏幕问：“这是哪儿生产的？”负责人答道：“中国。”京东方。甘地又问 LED 灯珠是哪儿生产的？答案还是中国。那光学膜呢？中国。主板呢？中国。软件呢？该不会也是中国吧？恭喜您领导，都学会抢答了。拉哥震怒，难道你们是100%Made in China？ 这是在印度贴个牌吗？负责人断然否认，当然不是，我们也是有自研技术的，比如这塑料壳子就是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拉哥很欣慰，很好。让我看看你们的注塑机。等一下，右下角这个是什么？娘西屁，这机器该不会也是中国进口的吧？负责人答道：当然了，要是在印度买，得贵上20%呢。于是拉哥感慨地说出本片开头的那句话 Chinese companies आपको मारना चाहे तो 2 मिनट में मार सकते। 视频火了以后，印度网友不出意外的开始了辩经。有人表示太好了，终于有人说出了真相，我们所谓的印度制造其实只是中国制造的印度组装。还有人表示这有啥稀奇的，全世界都依赖中国，印度又不是独一份，干嘛表现得这么惊奇？还有人直接识破了拉胡尔的险恶用心，说他不过是想借题发挥，抨击莫迪和印人党的产业政策罢了。但话说回来，国大党执政40年期间，难道印度的电子产业发展的就很好了吗？而一些真正关心印度制造业发展的人则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那么现在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从零开始发展印度自己的制造业，从而彻底避免这种被某大国卡脖子的困境呢？其实这个问题印度人已经问了至少30年了。1991年印度效仿中国搞了改革开放，然而到2024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占全球比重已经超过 28%， 印度却只有 3%。 好消息是，看总产值的话，印度在全球还能挤进前5，有时甚至能超过俄罗斯。坏消息则是，如果算平均的话，印度的人均工业产值就有点拿不上台面了。为啥中印同时建国，印度的工业发展却比中国慢这么多呢？之前国大党的说法是都怪中国，因为1962年印度被中国暴打了一顿，直接导致尼赫鲁道心破碎，同时也彻底剿灭了印度精英阶级对发展重工业的热情。1964年1月，尼赫鲁在布巴斯瓦尔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宣布，要限制私人资本，加强国防投入，在1976年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体系，而且他再三强调，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国防，有了国防才能更好的发展经济。但问题在于，钱从哪儿来？之前尼赫鲁是不结盟运动领袖，是印度国父，他说一没人敢说二，但现在仗打输了，反对派天天在报纸媒体上指着他鼻子骂，地主老财更是紧紧捂住钱袋子。出钱？出什么钱？花那么多钱也没见你打赢中国啊，还想要钱？门儿都没有。因此一直到1964年5月，尼赫鲁驾鹤西去，印度的第3个5年计划也没能展开。尼赫鲁死后，印度政府和美西方的接触日益多了起来。1965年夏天，世界银行派了个代表团来新德里交流，期间给了印度几条发展经济的建议，包括放弃重工业计划，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私营经济里，让卢比贬值，增加出口竞争力，向外资开放市场等等。虽然当时印度政府并没有接受，但这股私有化、市场化的风已经吹进了印度。1991年，印度迫于经济压力宣布对外开放，同时充分汲取英美等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优秀经验，大搞国企私有化，给原本就半死不活的重工业又泼了一盆冷水。与此同时，塔塔集团等财团又提出要走印度特色的发展道路，建议印度政府直接跳过吃力不讨好的制造业，和西方接轨，大搞计算机软件产业。虽然这话听起来很抽象，但在90年代是非常具有迷惑性的，因为当时美国的计算机行业发展速度十分惊人，由此衍生了大量软件外包需求，而塔塔集团早在70年代就搞了一个咨询服务公司，专门给欧美银行和各大企业提供售后服务，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人才。
因此国大党政府采纳了塔塔集团的建议，给了他们不少政策，又是批地，又是允许他们优先拉光纤的，用了10来年，还真把软件产业做成了印度国家名片。然而这样搞的代价是印度错失了一波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制造业转移红利。从80年代开始，全球制造业经历了一轮从欧美转移到日韩，再从日韩转移到东南亚、中国的浪潮。按照资本总是向劳动力成本更低处转移的规律，接下来应该轮到南亚和非洲了。但问题在于，中国崛起后，一家成了一个全产业、全体系的怪物。其他国家想要在市场竞争中战胜中国，不仅要有便宜的工人，还得有精湛的技术和优秀的品牌，而这本身就和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不相符。因此印度政府一下就傻眼了，不是哥们儿，说好的产业转移咋不转了呢？我这还等着喝汤呢。好在印度政府里也不全是混吃等死的废物。2014年莫迪老仙闪亮登场，成为总理后立马提出了在印度制造的口号。你看老仙多鸡贼吧，把 Made in 改成了 Make in， 过去时改成现在时，说明印度制造正在崛起中，而非隔壁老中那种明日黄花，发展潜力早已见顶。莫迪老仙当时承诺要在2022年之前创造1亿个就业机会，并把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 25%， 争取一举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然而结果我们都看到了，现在印度制造业占 GDP 比重大概也就 14%， 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更是连影子都没有。对此，一些印度人认为问题主要出在本国市场对中国过于开放，导致中国生产的廉价产品挤兑死了本土企业。因此印人党政府从2017年开始频繁挑动中印边境冲突，以此激起国内反中情绪，然后借机推动抵制中国制造的政治正确。然而搞笑的是，反中反了7、8年以后，印度政府惊讶地发现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反而越来越大了。2017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为517亿美元，而2024年已经涨到了850亿美元。印度政府大怒，合着你们这些企业嘴上喊的比谁都响，私下买的比谁都欢，这不是和莫迪老仙的发展大计唱反调吗？可人家企业主也有话说，你不让买中国制造，那请问生产设备哪里来？电子元器件哪里来？哦对了，工厂还要用电，发电机哪里来？这套灵魂拷问没人能答得上来，因为谁都知道你又要买其他国家的产品也能买到，但政府绝不会给你补贴这么多的成本出来，所以大伙儿只能心照不宣的继续买。在开头的那个视频里，企业负责人面对拉胡尔甘地的拷问就多次重复，这个印度没有，只能从中国买，组装也是门技术活，我们都很努力，要自主生产也不是不行，我还想过生产芯片呢，但是政府得投钱。拉胡尔问他需要多少钱，这三哥一张嘴就是10亿卢比，还说这笔钱只能开个头，要想把产业做起来至少得有20-30亿美金。拉哥闻言沉默了，然后结尾笑嘻嘻地说道，你们的处境很艰难，但是我看到你们在努力了，这很好。负责人也跟着笑了，可见在绝不内耗这件事上，印度人是真的做得很好。印度他为什么这么爱攀比呢？众所周知啊，在蓝星上有2个国家一直比较神奇，一个是泡菜国，非常热衷于剽窃咱们的文化，最近呢连孔子都说是他家的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好邻居隔壁三哥。三哥呢，人主打的是你有的那我必须得有，不光得有，我呢还得比你好。经过了几10年的苦心研究以后啊，终于得出一句成语，那就是印度出品那必是废品。今天呢咱们就聊一聊三哥都出品了哪些奇葩的印度制造呢？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印度的交通。众所周知，三哥家的交通啊一直就是一个大问题，毕竟呢地方不算大，但是啊人口给你整的那是真多呀，所以说也就导致了印度的火车站票、坐票、挂票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呀，超载在人家三哥家那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啊，自从听说了我们研究出高铁以后，这一下三哥不愿意了，于是呢三哥斥巨资打造了一条可以贯穿全国的超级高铁。三哥的一项作风啊，我们都知道，这事儿呢不管成与不成，我先把牛吹出去。于是呢三哥马上对世界喊话了，听着啊，我们马上要量产一个印度版的超级高铁，速度啊可以说是非常惊人，不到30分钟就可以围绕印度跑一圈。这一下给很多国家整激动了，啥？还有这么快的高铁吗？那我高低得瞅一瞅。于是呢在2019年这一年，三哥家的第一座高铁成功开通了。就在三哥终于完成了剪彩仪式以后，下令3、2、1发射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高铁开出去啊，不到10公里，咵嚓撞到了一头老牛身上。按理说这速度这牛算是够点呛了，结果没想到这高铁啊跟老牛来了一波同归于尽，直接撞了个粉碎。结果三哥一看这搪塞不过去了，于是啊就对外宣称这头牛啊是成了精的，它犄角是奇硬无比，所以说啊才导致了今天这个结果。咱就说了，就这高铁这速度，那牛魔王来了，面对这么快的高铁他也不好使啊。当然了，这只是三哥抽象的一方面，在修路方面的造诣那更是神奇。听说我们普及这个柏油路了，三哥一看心里又不得劲了，我这么个泱泱大国，我不能天天还走这土路啊。于是啊，这三哥在道路方面又跟我们较上劲了，而且呢还非常喜欢跟我们对标。结果就是他只是学到了表面，精髓可以说是一点没学到。三哥呀，为了这条道路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先是派人到国外学习各种先进的技术，然后呢大手一挥投资了好几十亿，准备大干一场。结果没想到这笔钱经过层层剥削以后，实际到了工作人员手里，那基本就不剩啥了。于是呢，三哥把原来的路面铺点沥青，刷遍漆，就完事了。等到施工结束以后啊，这当地的民众寻思我上去走两步，我看怎么回事吧。结果呢，还没走两步路，这路啊就开始裂纹了，用手一起，直接能起下来一大块，就跟咱平时在家烙饼那种感觉了。那可以说是一点地基没铺，直接长一层沥青，那可不就这样了吗？而且最主要的是，这条路吧，它不能走车，只要车在上面一经过，那你看吧，整个路面咔哧咔哧的直起皮。以前没修之前呢，虽然说是不太好走，但是呢，你别管咋说，人能走。但是啊，经过三哥这么一修整，直接坏菜了，现在直接走都走不了了。于是呢，三哥家的民众纷纷指责这老莫迪呀不作为。结果三哥给出的结论是，这一次啊，我们修路采用的是印度最新发明的高科技产品，不光啊节省成本，而且呢，到了下雨天，这路面呢还能抬起来，防止雨水进行浸泡，给这民众啊也是整的哭笑不得。没过多久啊，三哥又听说我们建造了一座大桥。三哥一看这不行啊，你会的东西我必须得会，他有的东西啊我必须得有。于是啊，三哥再次把目标放在了大桥建设上。这座大桥可以说是印度工程界的一大奇迹，整个大桥长 1.1 公里，可以说是三哥家最长的桥梁。而且呢，这座大桥也是同样是巨资建设的，一共投入研发了18年，投入将近20多个亿。结果没想到这座大桥在他出生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直接就让一场大洪水给冲跑了。讲到这儿，有人就问了，那多大的洪水能把一座桥给冲跑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做工不行。三哥咱还不知道吗？除了吹牛不掺水分以外，剩下的啥事儿都得给你掺点水分。上面规划的挺好，等到实际落实的时候，三哥主打的一个得过且过，那做工用料那可想而知。但出事了呀，咱得有人担责呀。于是啊，三哥可以说是经过层层的排查，一致认为就是这老鼠干的。当时三哥给出的结论是老鼠把这个大桥中间的钢筋混凝土给咬坏了，所以说才导致大桥的坍塌。讲到这儿，有人就问了，那几个老鼠能给大桥给啃坏呢？那现实吗？那你可就错了。三哥给出的解释那可不是简单的几只老鼠那是整整一大窝老鼠干的。老鼠啃坏钢筋混凝土，画面呢咱就自行脑补就完了。可以说三哥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人三哥做不到的。我们都知道三哥经过了几千年的进化以后，成功的把厕所给他进化没了。所以说就导致很多人但凡去过印度旅游的，第一时间的反馈那就是到处臭气熏天的味道。从下飞机开始，那你整个人就开始注意了，但凡一个不小心，可能说就直接就能在机场踩到一坨。就连他们引以为傲的国王大道，那时不时的都能给你来上那么几坨。所以说很多人反馈只要说你去趟印度没生病，那你就不好意思说自己去过印度，那最次那都得闹个肚子上。所以说在这里真心建议不要去搜索印度美食，否则你可能会对咖喱系列的美食就再也没有食欲了。讲到这儿，有人就问了，那如果说没有厕所，那旅客怎么方便呢？工作人员怎么解决这个个人问题呢？这个那就得自己想办法了。比如说你在一艘船上，你想方便一下，那你就得自己想办法。你像在18年的某一天，一艘三哥家的船只经过了长期的出海，返回船舱准备维修保养的时候，这工作人员刚刚进入这个船舱内部，结果一个不小心引起了爆炸，导致了这位工作人员当场就饮恨西北，当场嘎巴了。而且爆炸所产生的废弃物直接把当时停靠在隔壁的航母变成了黄色。后来呢，经过三哥的层层排查，才发现这个船里面大约产生了几百吨的这个粪便，由于错误的操作导致了明火。那明火遇到沼气，那可不就爆炸了吗？而且停靠在隔壁的印度航母还没来得及刷漆呢，这下好了，咵嚓一下直接染成黄色了。画面我就不展示了，老铁们自行脑补吧。所以说再次奉劝各位一句，如果说你此刻正在吃饭，那么我真心不建议你去看关于三哥家的故事。这时候有人跟三哥说了，
你不行，你缺啥少啥，你找你隔壁邻居采购点呢，别老自己研究了。结果三哥一下不干了，让我求他，呸，不可能。要说三哥的个性啊，还是那么的要强，很多东西啊自己整了一路四三招，实在整不出来，三哥也是妥协了，于是呢就向外采购了。于是呢，三哥在国外可以说是各种进口，各种采购，采购回来以后才发现很多东西啊上面都印着4个大字中国制造。你就说三哥你直接找我们不香吗？非要让这个中间商给你赚一手差价。其实你别看呐，我讲了这么多关于三哥家的故事，乍一听好像挺魔幻，但是呢，印度在装备上的发展，这些内容啊，那都是小巫见大巫了。自从三哥呢靠着不吃不喝独立以后，就认为自己站起来了，把这大英子呀从这都赶跑了，那还有谁呀？于是就开始欺负人，把周围的小国可以说是欺负够呛。但是呢，你别以为三哥多权威，你打开地图你就知道了，那三哥家附近那真可以说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这下三哥更膨胀了，那大张旗鼓的把锄头伸向了我们。起初呢，我们想着那他远亲不如近邻呢，有啥事不能商量来的。结果三哥呢，竟然幻想着用外交的方式让我们认他当大哥。这一下我们呢，可以说是忍不了一点，于是呢，就给这三哥可以说是一顿拳打脚踢。这一下三哥懵了，自从脱离了大英子以后，还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呢。但是吧，咱毕竟是挨打了，面子上咱肯定得往回找补找补。于是呢，三哥说了，我们失败的原因呢，不是我们不行，就是我们的装备不行。于是呢，三哥决定励精图治，先后研发了英萨斯步枪、阿琼坦克和魔幻的光辉战机。经过了几十年的折腾以后啊，以上所说的装备成功的变成了纪念品，成功的变成了印度阅兵专用品。所以说啊，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故意在这埋汰人三哥，等你仔细了解完三哥的故事以后啊，你发现那都是真的。其实纵观三哥的故事啊，要我来看，其实三哥挺可悲。独立以后的印度呢，跟我们一样，在各项高端技术上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而且呢，三哥这些年他净当别人小弟了，这一下自己当过了，所以说很多东西他整不明白。不像我们励精图治，在各个领域啊可以说是刻苦研发。而三哥的作风呢，得过且过，所以说导致三哥混到如今的这步田地，其实跟他们的性格啊脱不了一点关系，爱偷懒。所以说三哥呢，无论是什么装备什么东西，只要说是自己研究不出来，第一时间就想着跟别人买。但是呢，咱讲话了，你笨合计，很多的核心技术人能卖给你吗？那纯不是在开玩笑吗？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呢，三哥过于依赖别人，别人给他个甜枣，他就认为自己跟人家关系那天下第一好。所以说呀，也就导致了陆陆续续的发生了类似于像什么$1购买航母啊等等奇葩事件。这个就是三哥奇葩而又魔幻的故事。